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叔中文。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叔中文。今天邀请到一个美女老师。这个茶叔第一眼看到我们的小林老师，就觉得她很有亲和力。这个可能不好听啊，我觉得你的脸散发出慈母的光辉，好不礼貌啊！没有，好不礼貌，我完全想不到你会用这种方法介绍，用这种没有礼貌的方式搭讪女生。可是茶叔这个小林老师其实应该是跟你更有熟悉感，因为你们中间，你们大部分时间生活就中间就隔了一道海峡而已啊。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福建吗？就是我觉得对，安琪老师可能拿望远镜就都能望到你，那么看到我在洗澡吗？让安琪老师介绍一下自己吧。好，那这个安琪老师就先请你自我介绍。请恕我们三位没有礼貌的大叔。你只有你一个人没有礼貌，你不要把我们带进去。我叫林安琪，大家可以叫我小林或者安琪都可以。我是福建厦门人，这一次非常荣幸受到Ben叔的邀请，能够来到大叔中文。我有看过几期节目，印象非常深刻。然后我本科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本科毕业之后我去泰国的公立高中教高1到高3的学生，然后后面就 gap 了半年，然后来到比利时读研究生。我现在读的是 Educational Studies 教育研究的硕士，然后也在这边教比利时的华裔，大概就是我的简单的自我介绍。他的口音好熟悉啊，就是茶叔怎么愣在那里？不是我，不是怎么就是口音很熟悉之外，给我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就是特别容易亲近的一种氛围。对，不晓得为什么，这就是一种磁场的感觉哦。还是慈母的感觉，你是干什么？慈母手中线没有啦。小林老师再也不来了，再也不来啊！把他说老了，对啊，我没有那么老。这个对老师来讲是很高的评价，就是很稳重，对，很稳重的安琪老师啊，小林老师啊。那小林老师问你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教汉语是你从小到大的一个本来的一个志向吗？从小到大有点从小到大可能不一定吧。我觉得什么时候立定志向，想要觉得教外国学生教对外汉语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我觉得应该是本科的时候。其实我是从幼儿园开始学英语，所以可能更早期我对英语更感兴趣。我也一直觉得自己可能会学，就是怎么样当老师，可能会当英语老师。但是我之前可能想要读外交啊或者这种专业，但是没有那么厉害。然后之前有去参加什么英语演讲啊、辩论啊这种比赛。然后本科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虽然选了这个专业，但是我更感兴趣的是传媒啊、新媒体啊，还有其他的。所以我是做了各种各样的实习之后，发现原来教汉语这么有意思，它可以结合我的中文跟英语的特长，然后又这种跨文化交际的特长，我就发现慢慢的了解越深入越喜欢，然后一直到现在。很有意思。对，那这个我们这个对外汉语老师都是很希望去外国教中文啊。那为什么小林老师你的第一站就选择了去泰国呢？泰国为什么？泰国的清迈对吧？对，在泰国清迈啊。那就跟我们有个学生叫宋平，他就在那边开药店。真的清迈是确实有很多，还有泰医他们有很多药店是。所以为什么你去了清迈？清迈好像是泰国的第2大城，对不对？对，曼谷，然后清迈在泰国的北部。为什么去泰国？其实是因为我该怎么说呢？因为我是参加的语合中心的项目，然后泰国的志愿者是全球要的志愿者最多的。我当时去泰国的去出国教书的目的是因为当时是 COVID， 所以我没有线下教过中文。我想说，我真的想要一个机会能够让我在线下教中文，但是我又很害怕，如果去那种要的人数很少的，像英国啊或者
美国我可能会录取不上，所以我就选了泰国。其实我对泰国一无所知，然后因为我们雨后中心的项目是开盲盒嘛，你不知道自己会被分到哪里啊，真的？OK， 你只可以选国家，对不对？对，你只可以选国家。对不晓得城市，你只能选国家。对，所以当时我很忐忑啊，但是还是决定去。我就觉得那先本科毕业去冒险一下，去教中文，去线下。然后泰国，我很喜欢吃泰国菜。我说不管怎么样，把我分到什么地方，起码我有东西吃，那也可以。然后就去了。那我觉得挺幸运的，因为我觉得清迈那边就是很世外桃源的感觉啊，就不像曼谷那么大城市、大都市的感觉。对，会比较对。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那因为泰国人他们的母语不是英语，小林老师，你到那边教泰国的学生会不会很挑战？因为你们没有一个媒介语，对吧？对对，其实一开始是有挑战，但是我觉得这个挑战它有好处，就是可能对我来讲利大于弊吧。因为我可能在本科的时候，我教的都是英语说的非常非常好的外国学生，所以他让我对英语教中文用英语教中文有依赖。但是去泰国，我发现，哎，学生怎么跟他们的英语比他们的中文还不好，所以就让我必须要用简单的中文手势和各种方法让他们理解。然后这就让我现在形成了一套比较好的用中文教中文的办法，就不论解释什么，我都可以去找到一个比较形象的方式让他们能够理解。他们是多大的孩子啊？高中生，高1到高3，就16到18、9岁这样。那还好，就不是很调皮的，就是上课都会比较认真的听讲啊，那很好。就泰国的学生和中国学生有区别吗？就是上学学习态度啊什么的。更认真还是更活泼吧？我觉得会，我更热情、更外向，然后真的像我记得很印象深刻的是在泰国的高中，就是你可以看到学生真是很容光满面、精神焕发，都不觉得他们是高中生，你感觉他们是初中生一样。对，因为他们好像升学有不同的方式，然后升学压力比中国小很多啊，然后他们的精神状态特别好。他们不会面临这个高考是吗？毕业之后，他们会有高考，但是有不同的方式。他们第一轮是简历面试，好像就是你可以通过投简历就可以免笔试就被录取。然后上大学整体他们可以选择 A level， 还有不同的考试体系，就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所以我觉得选择性可能还是比较多一点。然后学生认不认真，我觉得他们对喜欢的科目比较认真。对，中文算是他们喜欢的科目吗？中文我觉得看老师，我觉得他们上我的课还是挺开心的，因为我跟他们比较玩在一块儿。对，我觉得泰国人或泰国的学生给我一种很乐天的感觉。对，然后乐天就是学中文对他们来讲好像就在玩，好像是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我可以分享一个我的小故事了就是虽然这个小林老师是嘉宾，但是我最喜欢讲故事了。就是说我记得我一开始在做油管直播课的时候，我做的第1年我就受到泰国学生很大的鼓舞。因为有很多泰国学生来参加我的直播课。就在有一天晚上，我的脸书有一个泰国的也是清迈的老师，他们的学校在山里面，他就传了一个视频给我，然后我就打开那个视频，我真的很感动，那天晚上我快哭了。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个山里的那个小学是很贫穷的人去读的，就是他们没有办法付学费的人才会去那间学校，那他们都想学中文，那怎么办呢？他们就放我的直播课的视频，然后那个老师因为他听我的直播课很久了，他就直接把学生看我的视频的整个反应都拍下来。哇，那个学生就说比如说我讲到什么我约会的一些经历，
哇，那个学生笑得很开心，哈哈哈这样笑，我就觉得哇，很感动哎，就是看我的视频可以这么给几岁的学生看你约会的视频？他们是小学哦，小学的一个泰国小朋友哦，他们就知道男欢女爱了吗？但是不晓得是本来是很感动的故事，我讲的很好笑，还是说？但是我的确用的是一些比较浅白的中文在教，所以他们都听得懂。然后加上我本人肢体语言比较丰富一点，所以他们很容易就理解，就是我讲的一些笑话或中文。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觉得泰国人就是很容易进入那个情境，然后去学习一门语言。那其实让我感动的是，就是他们即使那个学校的学生生活都比较困苦，但是他们真的是乐天知命，然后都很享受当下。很享受那个时候的生活，所以我对泰国人这种性格印象是很深刻的。对，我也有类似的感觉，因为我感觉刚刚茶叔讲的故事就让我想起我的学生们是一样的。我记得我的一个学生，他每天要4、5点起床，然后他要骑摩托车到学校要1个多小时。他在上学之前要先去阿姨的米粉店还是面店帮忙，然后再来上课。可是你在他脸上看不到泪，然后他非常非常认真学中文。我现在在比利时，但是我有在线上，还是有在教泰国学生中文。然后他每一周都出现，特别认真，就很感动。这种很多泰国学生都给我这样的感动。好像安琪老师，你离开的时候，好像有一个也比较感动的瞬间，对不对？能不能介绍一下那个故事？告诉我们。哦。因为我的生日是3月2号，然后那个时间大概就是志愿者离开泰国的时候，然后那个应该就是在我上那个班级高2班级的最后一节课，我都没有想到我在改期末考卷呢，然后我就认真的改，全班人围着我，就像往常一样，大家就想知道他们的成绩，结果突然就有学生开始唱歌，然后捧着生日出现在我面前，然后给我唱泰国的那种表达想念的歌曲，还唱那个张震岳的再见，然后各种就是让我非常感动，然后围着一圈，然后拿着手机闪光灯，然后这个样子，哇，爆哭，真的会哇，就会觉得他们知道以后看不到老师了，就真的是要让你印象深刻。哇，这个 moment 太棒了。不过小林老师，我想回到你刚去泰国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适应上的问题？比如说天气啦、饮食，你说你喜欢泰国菜嘛？那气候啦，或者生活方式，肯定跟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对不对？所以有什么适应上的问题吗？我觉得我可能适应性比较强，然后泰国其实我觉得跟我们南方差不多。如果是北方人去泰国，他可能会觉得很难受，但是厦门本来就比较湿热，所以泰国清迈算是泰国天气比较好的地方了，没有那么湿，没有那么热。但可能一开始是雨季，我不太适应的点是蚊虫。因为有很多蚂蚁，然后我第一次看见家里能进那么多的蚂蚁，然后虫子，蚂蚁还会咬的，我腿上都是包一些很难消掉那个印记。很多蚊子。那个蚊帐不可以阻止他们进来？蚊帐可以，但是蚂蚁我真的不知道它怎么就爬上了我身上。就是你在办公的时候，桌上都会出现蚂蚁，当时。对，哇，那你住的地方是1楼还是怎么样？对，1楼，对，那是1楼，它是那种平房，然后我是一间。明白那种。对，蚂蚁还好啦，你像我们家夏天到了也会有蚂蚁，对啊，但是不至于是满桌上都是啦，不至于，就是爬成一排。很有秩序的，排成一排骚扰你，对，来上中文课。泰国的蚂蚁真勤劳，太好笑。其实我觉得适应没有太大问题，天气也还好，饮食泰国人也特别好，没有太大的问题，我觉得。我觉得泰国菜我们很容易就适应了。我去泰国的第一天很不习惯，觉得好像有点酸，然后米有点吃不习惯。哇，第3天我彻底爱上了泰国菜，然后回到台湾，那时候旅游回到台湾，到处找泰国餐厅，觉得哇太好吃，太怀念了。真的，泰国菜超好吃。我觉得小林老师他是特别闯的那种，我看他之前的采访，我就觉得我们是这个同类人啊，都喜欢就是
当然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就是找各种出国的机会到处闯这种。所以这个泰国之旅结束之后，小林老师马上就找这个比利时的机会吗？还是在中国又待了一段时间？我是在泰国的时候，就是末期，我就有，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想要留学，但是当时可能想去新加坡或者香港。不过我当时的想法是，我都不知道汉语国际教育是什么，国际中文教育是什么，我连线下都没有去教过，我就去读研究生可能会有点冲动，所以我就先去了泰国。但是在泰国，我会觉得，好像在实践中学到的东西比研究生可能学到的东西更多，所以我才选择现在读的 Educational Studies，他学的完全跟中文没有半毛钱关系。什么意思？没有半毛钱对，关系？为什么后来就是教学法吧？它是很理论的，然后我们学的是广义的教育学，可能要学先要学基础的学科，像统计，然后哲学，然后历史。然后我们可能学教育公平性啊、教育政策更广义的那种教育学，就完全跳出舒适圈这样。对，那毕业不是要进教育局之类的，是不是？给自己更多可能性，我觉得不知道要干嘛，但是我还是会继续当中文老师，只是多一份可能性这样。对，了解。所以为什么你的目标就是呢？毕业之后我就知道你们两个要抢话，我就不敢讲话啊。就是你的毕业之后，你可能的打算还是继续会到更多国家去当中文老师，还是说在线上当中文老师？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其实有，我现在其实有想转型，一方面我有在小红书做中文老师的 IP，我在跟别人分享我教中文的一些体验；另一方面，我有在TikTok 跟 Instagram 做教泰国学生的中文的内容，然后之后，然后我有开自己的 Line 的那个社群给泰国学生们上。Line 的社群，Line 是的。厦门用 Line 吗？泰国用 Line， 我知道泰国用 Line。对。然后所以你是想转型做自媒体方面的教学？对，我可能会想探索不同的国家，因为我有在学西班牙语，我很想去西班牙或者拉丁美洲，去当地把西班牙语学好，然后也做自媒体。我的想法是这样，但是不知道，我会努力。笨叔，你是怎么找到小林老师的？我很好奇。我就是刷大数据啊，对，因为我在小红书，我也最近开始就是 po 我那些视频什么的然后教学法的视频，对，然后那个大数据知道我比较喜欢看那个对外汉语类的这个帖子啊，然后突然就刷到小林老师的那个视频。然后我一看，哎，这不就是我的教学理念吗？我就是一边看小林老师视频，我就一边点头。我觉得，讲的太好了，我肯定讲不出来讲的这么好。然后我觉得，哎，可以把小林老师叫过来，然后我就可以偷懒了。没有，因为分享的太好了，真的。那我觉得刚好就是我也讲一句话，怎么回事？没事，来。我的意思就刚好，因为笨叔说到这一点，我觉得因为我挺好奇的，就是小林老师到底哪一点这么吸引笨叔呢？对不对？就是不是对他刚才说到了，就是这个教学法，就是到底哪些比较细节的教学法，真的是吸引我们的笨同学，然后分享一下给我们听一下。大叔也是一个就是学习中文的一个频道嘛，对，学生也会很想知道一个老师是怎么教中文的，所以这个小林老师，你的教学理论或你个人的方式是怎么样？对，其实我觉得我想要向很多老师分享的一点，也是我开始做我那个栏目叫小林说，小林 Talks， 就是想跟老师分享。那个初始点是用中文教中文。OK， 其实我看 Ben 叔的视频是很早了，我应该在本科大一大二的时候，当时我的 YouTube 查，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怎么教中文，然后第一个蹦出来就是 Ben 叔的视频，然后我开始看课堂实录，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 Ben 叔他完全没有用英语，他展示什么苹果啊或者那种食物课本，然后用很简单的语言让学生就有来有回，我就发现原来可以这样沉浸式的教中文。然后我已经很久没有再看笨叔的视频，可是这个理念似乎就在我心里，然后
在泰国的时候，我刚刚也有跟老师们分享，学生们完全不会讲英语，所以就有了给我一个更大的时间平台。所以就是我一直秉承的理念就是用中文教中文。我看到太多的老师全课堂都是英语，你用英语回答，学生回答一个简单的词，那我会觉得这样学生其实学不到什么中文，好像老师也在展示自己卓越的英语能力，那学生说的只是零星的词汇而已。然后我觉得这样对学生帮助不大，然后老师也一直在依赖英语，没有给学生一个成长的空间，所以我一直在视频里跟老师们分享，你要怎么样更好的教中文啊？就比如说我昨天刚发的视频是在讲日期教学的，就是与其问我 What's today in Chinese， 你不如直接展示日历。今天是几月几日？3月5日、3月6日。那3月5日是今天，3月6日呢是明天，他自己就会说了。这个大概就是我的核心的理念。对，因为我看很多老师上课就是tomorrow in Chinese 是明天yesterday in Chinese 是昨天，然后就看着就感觉我是学生的话，我会觉得受不了。一节课都这种，特别是很多社交媒体的很多账号都是这样用英语去解释中文的。对的，没错。就是其实这个表示这个汉语老师要除了更专业之外，要更有耐心。然后我觉得很多中文老师是比较没有耐心的，反正我用英文解释这个词多简单，一下就好了。但是如果你要让学生有一个举一反三的一个想法的话，那你用中文再去激发他想到另外一个方面的事情，那就很有趣。对，真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小林老师讲的这个方法，就是特别是在非英语系国家的学生会特别学。其实英语系国家的学生也很想要这样子，因为大家都欺负他们英文讲得好，全部都用英文教中文，其实是不太公平的事情。我觉得是不好的，因为学生他是来上中文课，他不是来巩固他的母语的。我就觉得，对啊，了解。OK， 那这个小林老师刚刚一直恭维我们的 Ben 老师了。那 Ben 老师当然是我们中文教学的一个，算是大家都会用他的没有鼻祖那么厉害，但是就是的确，我是第一个发那个实录视频的人，我觉得可能对，我觉得当然Ben叔的视频是很具有参考性的，对很多中文老师来讲。我最近也在用Ben老师的教学方式，偷偷的拿过来用，太好了，成效卓越，而且我单价可以拉高哦，真的。你跟学生说，我用Ben叔的方法教你好不好？哎呀，好，多少钱他都愿意。所以各位中文老师要拉高单价，请去Ben叔的频道看一下哦。你今天干嘛？你今天为什么给我做广告？对，那等一下你多问一些问题啊。好，那这个小林老师。这个当然，我们除了问你教学的这个理论之外我们回到你的生活，就是说你在泰国教学完毕之后，听说你有一个 gap， 对不对？有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之后，当然你去了比利时。我特别想知道你这段时间做了什么，因为你从一个巨大的改变，你会可能需要再次充电，或者再次回到家乡，享受故乡的泥土的温暖之类的。那你这段 gap 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你有什么心理上的变化？对，其实那段 gap 是我决定去比利时的关键，因为我很早就拿到了录取，可是我一直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要不要去读书。我当时 gap 的主要是在中国各个地方旅游，然后去了日本跟台湾。你没有擦肩而过，你可以来台湾，那个时候。对，因为我在泰国工作，所以我申请了那个台证，那可以去了台湾。那为什么促使你呢？对啊，为什么？促使你去这个比利时？因为主要是我的好朋友在日本留学，然后我当时是先去，因为我不能够直接从大陆飞台湾，我得从第三地飞，所以我想说，那他在日本好了，那我去日本找他。我在日本待了半个月，去看一看他的留学生活。我发现留学生活不是都是那么光鲜亮丽的。我的朋友他是完完全全自己给自己
就是交学费，然后负责生活的所有，然后他在711打工，然后创业做很多事情，我才发现其实你需要有一个很好的时间管理能力，然后再去留学。然后他跟我分享了很多很多，我住在他家，然后他跟我讲说，其实人生怎么走都可以，没有一步是白走的。你选定了，我相信你可以做成。然后我就去台湾。其实我男朋友是台北人，我当时他带我在台湾玩，然后我是这个等一下一会儿好好说，深挖一下，最感兴趣，感兴趣亮了。然后他是带我去台湾感受另一种台湾人的生活方式，然后我发现生活可以这样的这样慢，然后我很喜欢台湾，我很喜欢台湾，然后想清楚很多事情。后面我又回大陆，我主要是去北方，然后当时因为我要准备这边 APS 考试，就是一个学历认证考试，我才可以来比利时，然后顺便在北方旅游，然后见我的朋友们。我的朋友们有在波兰留学的，爱尔兰、泰国，我就有跟他们聊天。其实每个人给的答案都大差不差，就是人生是你自己去过的，怎么样走都可以。你如果所有人都说很难，那你去试一试，不要因为别人说难你就不去做了。很多人都说比利时留学很难，我实际体验过是的，但是我也很感激自己有来，所以当时可能是跟很多朋友们聊天，然后在不同的地方旅游生活，发现你可以选择你想要过的生活方式，然后你会收获一些勇气，然后让你不要困在别人的那种他们说很难你就不去做的那种stereotypes 里面，然后你继续往前走，大概是这样。哇，所以这个 gap 我觉得给小林老师一个很大的算启发，对不对？对，小半年。哇 ，OK， 半年，就是这个 gap 是半年左右。对，从3月份一直到8月，对，快半年了。好，然后就更促使你决定你一定要去比利时闯一闯，去学一点东西。对对。所以这个我好奇的就有2个点了，有某一点我们等一下再来聊。我觉得你可以先聊吧。真的吗？我怎么觉得你某一个点会很有意思？Can I？ 那就是这一点，就是因为你刚刚就不小心提到了嘛，就是你有一个台湾住台北的一个男朋友，对不对？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我蛮好奇你们怎么认识，然后是怎么认识的？就是对，这个恋情的过程是怎么样？恋情的过程可以聊吗？可以聊吗？我们是一个很明确的，能不聊吗？可以啊，可以，好，那来。他当时他也是个很跳脱的人，他当时是在厦门考船员证，然后我们在厦门认识。船员证，对，要去厦门考吗？因为好像大陆对台湾有优惠的政策，来厦门考船员证好像不用花钱，比较好考。OK，然后他是什么都想尝试的那一种人，他就来了。然后当时我刚回国，然后就认识了。然后我当时只是跟他就觉得是朋友，然后我尽地主之谊带你在厦门吃玩，然后我还带他去广东，因为当时我伯伯在广东。然后后面他跟我表白，我们在一起这样子。就直接吗？就是你从泰国回到厦门，就刚好巧遇他，你就尽地主之谊，然后带他去看你去广东啦，去吃东西什么的。然后他当天就说我们可以当男女朋友嘛。其实我们认识可能只有2-3周的时间，然后我一直把他当弟弟，因为他比我小。然后他就后面有一天，他问了我非常多感情的事情，我觉得我们2个很投缘，但是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希望他不要问出什么不太好的问题，他还是问了，结果他还是做了，结果他还是做了，那事实证明也还不错。这就是这么没有礼貌的一个人哦。我们就是说，他当下跟你直接讲的时候，你一定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所以那个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你想说这个粗鲁的家伙，还是试试看也没什么？不至于吧？也没什么。其实也没有，他当时好像就问，就所以我们可以在一起吗？之类的。我说我要想一想，我说我第2天再回答你这样。我当时问他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分手之后能不能做朋友？
为什么你们两个都好跳脱？你们两个都很跳脱哎。已经看到结果了。失去一个朋友，然后他说可以，对我说那你给我时间，我考虑一下。后面我说那没关系，刚好我有一张入台证，我看看，我顺便可以去台湾感受一下，然后我也去台湾这样。因为我没有特别理解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因为是他到厦门来考船员证，然后你是有什么机会和他在这个时候认识，还是之前已经认识？我们在网上认识的啊，明白了。对，对。然后当时我问他关于在台湾旅游的事情，然后他很热情的跟我回复了，然后我也跟他分享厦门的一些事情，结果发现他住的地方离我家非常近，我们就说那一起吃个饭好了，然后我给他介绍一下厦门，因为我虽然在厦门，我也认识一些从小到大认识一些台湾朋友，可是好像深入接触的聊天的没有很多，然后我当时就跟他了解了非常多部分，太有意思了。就是如果我们不是来自那个福建或者厦门的人，我们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可能台湾跟福建的那个人说话呀，或者生活习惯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小林老师，你是会觉得有很大的差别吗？还是你去台湾觉得一切都很熟悉？很熟悉，很熟悉。但是说话，其实如果是台湾人来听我讲话，他会知道我讲的不是台湾人讲的话，可能有一点点像，没有那么大陆腔，但是还是听得出来我不是台湾人。然后生活习惯方面，吃的东西啊，或者是口味可能还挺相似的，我觉得。但是台湾我知道你们吃火锅还有牛奶锅，这个在大陆从未听过。牛奶锅，对啊，很平常的牛奶。然后牛奶锅一些两岸的交流很好玩。所以小林老师，你会讲台语？闽南语你会讲闽南语？一点点会说一点点，但是说的模糊，听得懂，对不对？大部分的人大部分听得懂，我觉得大部分人是可以听讲不太流利这样了。对，就台湾当地人会我想知道台湾当地人会发现你是来自大陆的吗？还是就成功的混入进去？你觉得我怎么说话？我觉得，我觉得以我的感觉啦，小林老师说中文的时候听得出来，你不是台湾人，但是或许你用比较不要那么标准的中文讲话，可能大家就认不出来。对，如果我跟厦门人讲话的时候，其实我这样讲话的，其实如果我脸很黏，对，很黏，这样讲话可能就会也许有点像这样。对，大概很有意思。我有看茶书，有一期跟您的一个学生做视频，好像是他出了一本就是好像是对，台湾应该说的是什么话 ？Daniel 是吗？对 Daniel， 对。我也有做那种视频，因为我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发现，大陆跟台湾使用的很多词汇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他有些时候问我说那是什么，然后我也会用备忘录记住那些词汇的差异，我觉得特别好玩。对，很有意思哦。好，那这个八卦也听完了，我已经很满足了。那我们就是这个 gap 完你就去了比利时，对不对？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讲，特别是去一个欧美国家，文化差异很大，然后生活方式也会变化很大，而且你又把自己投入到一个这个好像是在比利时的荷兰语区，对吗？对，又是一个你没有接触过的语言，对不对？对，所以整个跳脱了你的舒适圈，对不对？对，一直在跳脱。对，所以安琪老师，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比如说你刚到的时候，对你会不会有很大的冲击？然后，是不是每天都哭着想回家，还是想妈妈之类的？那怎么可能？你怎么想的？我觉得我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来到比利时，它的适应期是比泰国长很多很多的。然后当然肯定崩溃100倍。真的吗？为什么？真的肯定。虽然我在比利时荷兰语区，但是这儿的人基本上英文都讲得非常好，所以我现在荷兰语的进度为0，我只会说你好跟谢谢，因为这里的人就是他们都会说很好的英语。最让我不适应，可能一开始我来的时候，我觉得很好啊，就是蜜月期嘛，就都很好啊，什么都好，很新鲜。我又认识很多国际生朋友，但是可能到后面才发现，
哇，就是你可以认识很多的朋友，但是你走不进他们的心，跟每一个人都是泛泛之哦，交。然对，后对，比利时的同学，他们一到星期五下课立刻嗯，回家，你也不能跟他们有更多的交流。然后，对国际生朋友他们来这边交换半学期也对，就回去了。走了，也就走了。然后我到那个时候发现冬天了，考试压力嗯，非常大，然后比利时的冬天非常漫长，然后这里的天哦，气也不那么好，这边是阴雨连绵的，然后当时好像一个月只有几天出了太阳。嗯我是一个厦门，我在厦门，在泰国生活，对，我崩溃了。我说怎么会对，这样？然后9点日出，嗯， 3、4点日落，我一开始很哎，难适应。很容易抑郁吧？这个，对，我对啊，觉得我对，超容易抑郁的。嗯，对而且对，不是大城市，好像是比较小一点的城对市，是不是？对，它是比较嗯小城市，然后人们出行是自行车嗯出行，回到嗯了很哦早的时期。嗯，对，也没有，，OK，那你真的应该来西班牙。我要去西班牙，我今年一定要去西班牙。Ben 老师，这请边夜店晚上12点才开门，天呐，就基本上哎，一直所以一直有娱乐小林老生活。师在比利时现在待多久了现在已经快1年半了。嗯，？OK，所以感觉还是很难打进他们的圈子里嘛？还是说其实你现在有一些方法可以跟他们就是相处的很融洽？我觉得，我现在可能因为我在这边的中文学校教中文，周末中文学校对，是周六跟嗯周日上午上课，所以我会先接触小朋友，然后小朋友的家长可哦，能也喜欢我，然后我去了解这边的文化更多。他们嗯，也会邀请我去他们家吃东西、聊天。我发现哦，其实你是哦，有办法的。然后我也会参加这边的华人组织举办的一些活动，我去舞龙，你还舞啊，龙啊？哇，那个新年刚过，你是不是有派上用场？我去舞龙，还有这边有一个巨人活动，我去，然后就有很多嗯比利时朋友，他会跟你聊天，还有很，OK，多我们嗯大学也有汉学系，然后又认识一些汉学系的哦，朋友，他们嗯对中国感兴趣，中国文化，然后又是比利时人，那其实有很多办法，你可以认识很多，OK，深入交流的嗯朋友，只是当时一开始我找不到这些办法，一开始，但是慢嗯，慢就会找到。对对对，今年农历过年你就在比利时过，对不对对？对对，嗯。有感觉到年节气氛其实很浓厚，还是其实真的完全没有这个新年的氛围？因为我在中文学校，我们办了春节活动，我们还办了元嗯，宵节哦，活动，所以我带对，学生什么做饺子啊，做元宵啊，然啊，后嗯春卷啊什么的，其实挺年味挺浓的。然后我嗯又对，去在这儿，我在街上舞那个巨人，他是兵马嗯俑，他是一个3、4米高的巨啊人，啊然后啊兵马俑名字叫世界大同，就是他有啊，大同，，OK，然嗯后然嗯后你怎么旁边是一个舞啊？要砸那个路人吗？就是去嗯我跟另外一个比利时的朋友，我们配嗯合把他的手这样子作揖，然后敬人啊，这样，然后好哦，say 酷！hi，对对对，对，然后后面有人舞嗯龙，然后你给大家介绍，嗯其实挺好玩的，我觉得也嗯还可以，虽然离家人很远，但是我嗯我们我们嗯朋友们会自己做年夜饭，吃火锅啊，嗯，然后一个人嗯，做几道菜这样，我觉得也还对好。说不定比在中国还有年味儿呢。在中国，对啊，有的过年都不对对对晓得要干对啊，嘛嘞。真中文的真的，就刷手机看春晚了，就对啊，看嗯春晚，然后刷手机，嗯可能也没有嗯，像你过得那么有年节气对，氛。在中国主要是有家嗯人，对，对啊，对，对对对，对，在外也可以过得其实挺精彩，看你怎么过，我觉得。所以小林老师，你有嗯你有可能有这个几率了哦。你比如说你回到中国，就是你现在回国工作是不考虑的选项嘛？应该你现在会不爱上了，适应吧？反过来，我应该不会考虑回国工作，嗯嗯嗯因为我非常喜欢在中国便利的生活，但是嗯，我觉得教中文可能更好的还是在国外，你有这个对对对，是环境，的，然后能更好的发挥。我想嗯要回家，我想要回家休息，但是我想要在嗯，外面工作。对，就我觉得现在很多就是年轻人好像都很想要有挑战性的生活耶。因为我们采访过很多这个老师哦，年轻老师真的，他们就是一心想要去国外生活发展，不只是为了教中文，好像也是为了追寻人生的一个突破感，对不对？所以小林老师，你会不会觉得你觉得你在你的人生当中哪些价值是很重要的？比如说突破自我嘛，还是
我要求新求变，还是我要跟男朋友厮守一生，还是什么什么的？对，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我可能价值感来源于想要成为一个更完整的自己吧，想要突破舒适圈。就是以前我觉得那些很难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我现在在慢慢的发现，哎，我其实也可以做到。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去不断的突破。因为来到比利时之后，我喜欢运动，开始健身，以前我根本不会想。然对后对，然后我也没有想过自己会在欧洲生活这么长时间，还在这儿，然后各种各样的吧。我觉得希望自己一直勇敢吧，但是我也不想一直在全球变动，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个适合我的国家长期待着。哦，所以你还在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归宿，对不对？我说的不是人啊，是国家，就是对地方。或许你会找到一个地方，不管是气候、人啊，或者是有文化，归属感一点的，对，我觉得我在寻找这样的一个地方。泰国，我觉得清迈是一个像天堂一样会特别好的地方，但是我还是想去不同地方看一看，这样你才可以对比，做出一个比较客观的选择。就让你的人生的选择题多一点选项，对不对？然后让自己更难选。对，有时候会更难选，有时候你头脑会更清楚啊，原来我要的更不一样的地方。你像Ben老师，他去了那么多国家，他最后就是找到归属感的是在对，本来是想先在西班牙学会西语，然后去拉美闯一闯，结果在这边找到归属感，就留在这儿了。对，所以我建议你先去拉美，再来西班牙。这样我可能就在拉美不走了，是吗？也有可能啊，对。对，我觉得好有意思哦。每次听你们讲，我都觉得，这个真的人要找到一个自己很想要待的、很有归属感的地方是不容易的。有的人选择的是在国内，或者是在家庭里面，在自己的生活环境里面，但有的人选择的是完全一个不同的这个国家背景、生活方式。那不管怎么样，都是找到人生那个拼图，找到了你就完整了，对不对？我很喜欢小林老师说的，就是试着去让自己更完整，努力的突破自己。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好，谢谢。OK， 这个还没有结束哦，我们还有很多问题。你不要，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在升华了？对啊，我以为你要结尾了。OK， 好，那这个把你的重磅问题拿出来。我刚刚问过啦，重磅我不敢问的太深入啦。对啊，人家小林老师第一次来嘛，虽然我很想买这个收获很多八卦，但是对，好，这个小林老师，我想问你哦，就是说你现在算是一个对外汉语老师，然后也教了很多学生哦，我想要问你一下，你觉得对于目前我们这个对外汉语的教学环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很竞争？还是你觉得还是就是新手老师还是可以去对这个职业有所期待？你的想法是什么？我其实觉得这个行业是很有前景的，而且你应该抱有期待，因为很多我觉得在这个时代下有太多急功近利的人，他们会说，我能不能现在立刻赚到很多钱？但是我会觉得，如果你没有能力在任何一个行业，你都赚不了钱。那如果你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去钻研，在一个行业深耕，有一天你就是可以做好的。对，所以我会觉得，对汉语是一个我越往下深入，越发现自己有这么多东西都不会的，我会更虚心，更想要了解更多，更想要学习更多。所以我很喜欢这个行业，我也会一直在往下钻研，就像。我现在会觉得，我对汉字教学特别特别感兴趣，然后我在看能不能去台湾偷师学艺，偷师一下就对了。OK， 对，怎么会想要来台湾偷师呢？就是对汉字这一块，台湾有什么独到之处吗？我自己都不晓得。因为我有在比利时教华裔，然后我发现，因为这边我们使用的华裔就是大陆的教材，跟台湾你们叫做。华语学汉语学华语跟我走还是像注音符号吗那种？
不，就是你们有一本教材，然后在你们的教材里面有拼音、有注音，然后有汉字起源。我觉得你们教材出的特别好，就是然后它里面有特别丰富的课堂活动，然后我会觉得跟大陆出的教材完完全全就是差异太大了，所以我想要去台湾看一看。我有在学注音，我对，然后我发现我原来学习注音之后，你会从另外一个体系看看这个汉语的拼读。因为学习拼音的时候，学生很容易说我是对，可是学台湾的注音其实不太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对，其实有很多很想要学习的地方。然后对于新手老师来讲，我觉得就是不要回形，你就是沉住气，然后每个老师都是从零开始的，你要不断的积累经验，然后去了解不同的学生，找到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然后你会吸引来跟你同频的老师和学生，我觉得是这样。对，太同意了。我觉得现在在这个市场，真的太多人就是想要短时间内赚到钱，包括我自己，像我们3位老师也是耕耘了很多年，才有现在的地位哦。什么地位？你把我们架到对不起，我们没有那么厉害，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小有名气，小有名气。那其实我们也是耕耘了很多年才这样子。那说实话，在这个行业里面是不可能说一步登天的。你想要在短时间内赚到钱，如果你的目标是赚钱，那我就劝你，如果没有热情，没有牺牲，你还是不要进这一行。这一行太多那种有人标榜的是捷径，马上让你赚大钱，马上让你有很多学生。但是如果你没有自己的本职学能，你这些学生你也留不久。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小林老师的这个观念是非常正确的，就是在工作里找到热情之外，你自己也要真的在中文教学里有自己的一套系统。对，不断的学习跟精进，真的有太多人我觉得人很多时候觉得迷茫的点是你没有付出行动，你只是一直在想，然后看别人的视频，你觉得很焦虑，可是你不去做，永远都会觉得很迷茫。所以我就去做，就学习所有前辈们、老师们，然后看看能不能偷师学艺一下。我觉得非常同意，真的就是这样。我们有时候不能好高骛远，对不对？自己做了才知道你适不适合用这种教法。对。好，然后我也觉得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特色，然后你可能在参考了别人的教学法跟教学方式，再加入一点自己的风格跟想法跟个人的特色，我觉得你就是个独一无二的老师了。对，没错。对，好 ，OK， 很棒哦。这次的采访，我觉得我们学到了小林老师的人生观哦，还有我真的觉得人就是要不断的去尝试，不要怕。找到完整的自己，每个人都有过了几年都希望大家找到一个更好的自己。好，你们2位大叔有没有要问的问题？没有，就等你升华了。这个我怕第3次让你升华。我已经升华2、3次了。够了，可以了。升华很好。不好意思，小林老师升华是在下小弟我的工作，所以动不动我就要升华一下。非常赞。对，我其实今天我其实有一个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波多黎各人，他听说我要来大叔中文，他要我一定要跟各位老师们说，他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看你们的节目。波多黎各人啊，好的。要我放他的语音吗？可以啊，可以，来让他出名一下啊。他非常非常的激动。有没有他的照片？真的吗？我不好放他的照片，但是他是波多黎各人。他说没关系，让他说话啊。你上他们节目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们提到我是在波多黎各，他们有一个粉丝，你可以跟他们说我是那个通过他们的视频，就是提升了我的中文。他发音不错，挺好的。他讲的难怪是听对，难怪是我们的忠实粉丝哦，中文难怪中文这么好。对，必须的，所以才让我一定要跟各位很感动，波多黎各的对我们很感动。对，那小林老师这个粉丝叫什么名字啊？他叫桑月。
桑郁哪两个字？桑树的桑吗？对，桑树的桑，阅读的阅。桑阅哦，好这个诗意的名字。一直有人问我，就是我去过的地方里边最喜欢哪儿，我一直跟别人说就是波多黎各。真的？对，为什么？为啥？很热情。我有讲过啊，就是去那个波多黎各的那个 V 岛，然后他们有那个生物湖的话，然后那个我想起来了，你在上面划小船的时候，就是那个生物湖会发夜光啊，就很漂亮那边。对，就看过最神奇的东西就是那边啊。可以看那期哦，就是参数的工作把那期的 link 找出来。你都不知道哪一期讲的。这个我觉得跟小林老师聊完哦，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再升华一遍，我不要再升华了哦，就差不多这样了哦。那希望大家好好的去探索这个世界，然后找到自己的热情所在。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小林老师。好，那我们这个Ben老师每次找的嘉宾真的是要竖起大拇指，真的很对，我当时一看我就觉得啊，小林老师我要抓过来。抓过来干啥？好，我发现现在邀请的每个老师都会自带学生留言的，就是上一次哪个老师也是说，他什么阿根廷的学生说很喜欢我们这样子，说明我们这个很多人喜欢嘛，就是这样。对，好，OK。好，那就这样了，我们就不要再升华了。柴叔说这证明了我们小有名气是吗？你要说不是，我刚刚想说，我刚刚又想要升华，想说不是升华第5次了吗？不要再升华了。可以，好，那就谢谢小林老师喽，我们下次再聊。OK， 大家再见，拜拜。